大家好，歡迎翻到嚟肥宅嘅頻道。今集同大家做個噴筆嘅小比較，就係 Sparmax 0.3同埋 Iwata 嘅 HPCP。咁呢支 Iwata 嘅噴筆呢，係由至高模型贊助嘅。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首先就嚟做呢個開箱嘅儀式啦。我就係同大家一齊去開箱嘅，所以你見到貼紙都係原封不動嘅。開出嚟岩田呢，就一定會有呢一張 QC 嘅紙仔去俾埋你，就係佢哋喺出廠之前試噴嘅表現啦。就 make sure 你支筆可以噴到咁樣先至出貨嘅。日本仔真係哇好鬼認真。再嚟跟住支槍嘅就有呢一支潤滑油啦，同埋一個俾你拆開呢支筆去清洗嘅工具。真係吹佢唔脹，呢個位都大個 logo 咁樣印落嚟。咁佢又好好嘅，喺個包裝出邊已經話到明俾你知道呢支槍嘅最佳作業壓力係幾多。唔係個個品牌都有寫得咁清楚噶。我哋嚟睇翻支筆本身先。首先佢係一個雙動式嘅按鈕噴槍嚟嘅。雙動式嘅意思，即係話你首先按落去嘅時候，佢只係會攞到啲風，就唔會噴啲油出嚟。你係需要做一個掹雞嘅動作，先至可以令到啲油由個油杯嗰度順住支槍咁樣噴出去。咁樣呢，就方便你有陣時拿起件件嘅時候，可以先噴一噴，吹走上面啲塵，然之後先做上色。油杯嘅話呢，佢就係一體式嘅，咁就唔可以拆出嚟嘅。呢個 size 嘅話，其實你噴 HGMG 基本上都唔需要話補油補得太頻密嘅。同埋佢喺最後邊亦都有一個針塞嘅。呢個針塞有咩用呢？只要你將佢扭得越實，佢就會越向前 lock 死，可以掹雞向後嘅幅度。即係話其實佢係控制咗你出油嘅最大上限。如果有陣時你噴嘅件都唔係話好大件嘅，亦都唔需要好大出力嘅話，咁樣 lock 死佢呢，就可以乾手淨腳，唔使驚話噴過量咁樣啦。大概講完支筆，咁我哋今次用嚟比較嘅就係呢一支我自己買嘅 Sparmax Max 3，其實都好新淨噶啦，我都係試噴咗幾次嘅啫。所以大家口徑一樣嘅同時，都係叫做新淨嘅狀況之下去做個比較，咁成件事就真係公平啲啦。而家我就先用支 Sparmax 去做一個噴油嘅測試先。我就特登買咗啲 sketchbook 嘅畫紙，咁佢厚啲，出到嚟個效果亦都比較明顯啲、易睇啲嘅。不嬲 standard 嘅測試都係用一個點去噴咗，然之後慢慢再拉一個直線，咁樣去睇下點同埋線兩支筆噴出嚟個效果有啲乜嘢分別嘅。就咁樣做測試，咁我都唔特別開個抽風箱出嚟做啦。但係你都見咗我打咗個底嘅，攞個綠色嘅 cutting pad 去墊住，咁我費事整污糟咗個靚嘅墊啦。試完咗 Sparmax 之後，咁我就再用同一個方法去試埋支 Iwata 啦。同時間顏色上面呢，我亦都用咗兩種唔同嘅顏色，咁樣就更加方便去分辨到兩支筆出嚟唔同嘅效果。其實我試呢個噴油，我試得幾開心嘅，所以我都分別唔止用咗一張紙去試噴兩支唔同嘅噴筆，咁就可以更加容易俾大家睇到個分別同埋個對比啦。咁我哋嚟首先講一講兩支筆嘅霧化能力先。畫面上面嘅係 Sparmax 離開適當距離用最大出力造成嘅效果，而畫面下面呢，就係 Iwata HPCP 用同一個方法做出嚟嘅效果。咁樣比較落嚟呢，就其實都幾明顯嘅。你會見到 HPCP 嗰個霧化效果係自然啲，相比起 Sparmax 深色漸變出去嗰個效果就係差少少。亦都意味住，如果你需要做一啲類似陰影嘅效果嘅話， HPCP 係比較容易做到一個好啲嘅感覺出嚟。咁樣就至少唔會話個顏色好快咁樣就由深去到變咗淺色。點解我話只係容易啲呢？因為今次測試我只係一次性將支筆打橫掃過去噴一次嘅啫。其實你話噴油嘅時候覺得佢個漸變唔夠自然，你翻手輕力再噴多一次一樣喺度嘅。咁但係就衍生另外一個問題，就係你肯唔肯定自己每一次都可以用同一個力度做到同一個漸變嘅效果呢？咁當然啦，高手就不在此限嘅。
講完霧化能力，咁我哋亦都講下細線嘅精密度。呢度上邊就係我用 Sparmax 細鋒近噴嘅線條出嚟效果，下邊就係 Iwata 噴出嚟嘅。首先兩支筆都係冇斷線嘅狀況，咁其實已經算得上係一支唔錯嘅筆嚟㗎啦。但係出嚟個結果亦都好得意嘅，喺細出力、超近去噴顏料嘅狀況之下，Iwata 噴出嚟嘅幼線集中度係比 Sparmax 要好嘅喎。即係話喺操作上面個控制能力 HPCP 係比 Sparmax Max 3嚟得要好嘅。嗱，我就冇噴到啲高手咁樣用尺度去噴條 0.2mm 嘅線出嚟，不過睇翻測試片段呢，我全部都係一筆過去噴，同時力度距離都係盡可能一樣啦。咁樣去做個對比，亦都係可以睇得出支筆本身嘅效能差異嘅。再嚟就係講下手感嘅問題。兩支筆個手感係唔係話好明顯有分別呢？我可以答你，絕對唔係。但係兩支筆同時拿上手嘅話，Iwata 個按鈕係冇咁需要用力去向後拉，亦即係意味住你可以更加容易去做一個再細微嘅出風能力操控。當你兩支噴筆同時拎上手用過一段時間之後，你就會感覺到其實 Iwata 嗰個手工呢係明顯精細啲嘅。咁當然啦，一支台灣做，一支日本做，亦都完美地解釋咗點解會有咁樣嘅分別出嚟。同時間價錢上面呢，亦都係好公道咁話俾大家聽個分別㗎啦。其實呢一支 HPCP 照我記得好似6年前都已經出咗㗎啦，但係佢從來都係噴油嘅新手步入中手嘅人士心目中前3甲性價比最高嘅噴筆。另外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亦都要講一下。佢個噴嘴係冇一個密封圈嘅，咁樣就完全免疫咗俾柔性漆打爛腐蝕嘅一個可能性，算得上係呢支筆特別對玩柔性漆嘅玩家友好嘅一個特點。補翻少少個人嘅意見，咁但係我真係冇片啦，咁我求其撈啲片上嚟，然之後一路撈一路講啦。如果你真係新手，甚至係超新手，真係啱啱入門嗰隻呢，咁我個人真係比較建議你買 Sparmax 嘅。一來價錢係友好啲啦，講緊都係一張500蚊紙有找嘅價錢，食個 buffet 都唔喺度啦。二來就係，就算支筆本身有好多好精細嘅地方，你啱啱入門真係未必可以咁快理解到點樣去用。但係如果你本身已經有一定嘅噴油經驗，你想揾支靚翻少少嘅話，咁 HPCP 真係一支超高性價比之選嚟嘅。其實只要你有頂級嘅技術，就算你唔係用一支頂級嘅筆，你依然可以做到一個絕靚嘅效果。呢個就係時間、技術同埋重複次數嘅問題。但係我同你講，再高嘅高手都好，做同一個工序，點都冇可能寫包單做10次、20次都可以做到一模一樣嘅。有陣時一支做工精細嘅筆，就係俾你可以用最少嘅工序去做一個細微嘅賞識，從而減低作業時間過長或者重複次數過多而出錯嘅機率。支筆個價錢呢，其實就值喺呢一度啦。我當你賞識有問題，然之後你要重新做過打磨、再噴灰、再上色，我都唔計你特別多工序啦。我當你要上2層色啦，好唔好？計埋等乾，你點樣計？至少都要用你半個鐘到9個字啦，係咪先？仲要係講緊一個色組同埋一個部件啫喎。而一支靚嘅噴筆呢，就可以更大程度地避免翻手去做噴油工序嘅機率啦。正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嘛。同時間，我覺得0.3呢個口徑呢，算係入門通吃到嘅一個 size。因為就算你噴金屬色或者噴灰呢啲比較粗嘅顏料呢，都唔怕話因為個槍口太細而有塞槍呢個狀況出現。咁當然啦，0.5係更加適合噴呢個金屬色同埋噴底灰嘅。同時間0.3你亦都可以用技術去控制個出力，依然做到一啲比較細微嘅賞識操作嘅。我個人對呢兩支噴筆用後感就嚟到呢度啦。最後再多謝一次志高模型贊助我呢一支 HPCP， 同埋2支噴筆都可以喺志高模型嗰度買得到嘅。今條片嚟到呢度啦，有咩問題歡迎留言。如果中意影片嘅話，就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想再進一步支持嘅，可以加入會員。另外每隔1個禮拜日嘅9點鐘，我都會開 live 同大家吹下水嘅。得閒就上嚟傾下偈啦。
我係肥宅模型，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